顶尖交易思维，新手别学蜡烛图。交易和投资是一门需要综合多种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学科。日本蜡烛图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也许有其一点点价值，是的，只是也许。但蜡烛图在交易小白心中过高的地位，已经远远偏离了它本身应有的些许价值。蜡烛图并不适合作为初学者的入门学习对象，而从更宏观、更底层、更易成功的理念出发，可以帮助新手建立更为坚实的交易思想基础，从而更好地驾驭复杂多变的市场。今天我们就从以下4大方面谈谈不要从 K 线图入手学交易的这个话题，并在影片最后给出一些初学者学习的重要建议。我是一个拥有30年交易经验的市场老手，在这里我会分享交易的核心理念、策略和深入的美股分析，还会邀请交易界的顶尖高手为那些在金融市场中迷失的朋友提供指导。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宝贵的经验，记得订阅、留言并开启小铃铛。蜡烛图是一个起源于17世纪日本的技术分析工具，被广大交易者誉为市场的语言。每一根蜡烛都像是市场那一天的日记，记录着开盘、收盘、最高和最低的价格。而当这些日记连成线形成模式时，便被交易者用以预测未来的市场走势。从晨星到暮星，从流星线到倒锤子，被富有相像的交易者们赋予了不同的似是而非的意义，但这也正是其陷阱所在。因为每一种模式和形态都有其背后的理论和逻辑，初学者在学习时很容易沉浸于这无尽的模式中，试图掌握每一个形态背后的含义。这就像是一个人尝试记住一本厚重的词典中的每一个单词，而忘记了语言的真正目的是沟通和表达。趋势交易顾名思义是基于市场趋势的交易方法，它不追求捕捉市场的每一个高点和低点，而是着眼于更为长远、持续的走势，从中获得盈利。所谓的趋势，通常指的是市场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的上涨或下跌。这种持续的走势可能是受到基本面因素的推动，如企业的盈利增长或宏观经济的繁荣，也可能是由于市场情绪的驱动，如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或悲观。顺势而为的哲学，趋势交易的核心思想是不要尝试对抗市场。当市场形成了明确的趋势时，趋势交易者会选择与之同行，而不是企图预测趋势的终点或逆转点。这种策略的背后逻辑是，市场的趋势一旦形成，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有强烈的因素出现导致其改变。趋势交易通常使用的工具： 1. 均线。均线是趋势交易中常用的工具，特别是移动平均线。简单移动平均线 SMA 和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 是最常用的2种。均线可以帮助交易者平滑价格数据，从而更清晰地看到市场的整体趋势。当价格持续的在某一均线之上，通常被视为上涨趋势，而当价格持续的在某一均线之下，则可能是下跌趋势。2. 通道突破策略。通道突破策略的核心思想是识别并利用市场的动量。当价格突破了一段时间内的最高点或最低点，它往往预示着市场趋势的开始或加强。此时，交易者会选择入场，以期获得后续的趋势移动所带来的利润。通道突破策略更注重的是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的整体表现，特别是其极点。因此，蜡烛图中的诸多细节，如影线、实体以及其组合形态，对于通道突破策略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操作的简洁性。通道突破策略的操作相对简单直接，只需确定一个时间窗口，如20日、50日等，然后观察价格是否突破这段时间内的最高或最低点。而日本蜡烛图的解读往往需要对多种形态有深入的了解和经验积累，这对于初学者可能造成一定的门槛。趋势策略的普适性。不同市场、不同时间周期下，通道突破策略都有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日本蜡烛图就并不那么的明显具有正期望值的作用了。总之，趋势交易是一种旨在捕捉市场中长期趋势的策略。通过使用如均线和通道突破这样的工具，交易者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和利用市场的趋势，而不是每一次的短期价格波动。而对于趋势交易者来说，蜡烛图并不那么重要。
价值投资与蜡烛图。价值投资是一种长期注重基本面的投资方法论，它不是基于短期的价格波动来做决策，而是着重于研究和评估公司的内在价值，从而找出市场上被低估的投资机会。价值投资的核心思想，价值投资的核心不在于追逐短期的价格变动，而在于深入地理解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这包括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商业模式、管理团队、行业地位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估。长期视角，价值投资者通常有一个长期的投资视角，他们不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轻易更改自己的投资决策。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最终会认识到并接受其对公司真实价值的判断。蜡烛图在价值投资中的地位。蜡烛图主要是描述股票在短期内的价格行为和可能的转折信号。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短期的价格变动并不是其主要关注的焦点，因此蜡烛图中的各种模式和形态在价值投资的过程中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是，过多的关注蜡烛图可能会分散价值投资者的注意力，导致其偏离长期投资的策略、市场效率与机会。虽然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但价值投资者相信市场并不总是理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对某些公司或行业有过度的悲观或乐观情绪。蜡烛图可能捕捉到这些短期的情绪波动，但价值投资者更关心的是这些情绪背后的真实价值。价值投资是一个注重公司内在价值的投资方法。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短期的市场情绪和价格波动并不重要。因此，蜡烛图在价值投资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价值投资者会深入研究公司的基本面，而不是被短期的价格图表所左右。世界上有许多投资者交易者因其独特的策略和视角而名垂千古，他们对市场的理解和操作手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那么，这些伟大的投资者是如何看待蜡烛图的呢？沃伦·巴菲特。沃伦·巴菲特被誉为股神，他的投资哲学主要基于价值投资，他追求的是长期持有并不断累积财富的策略。对于巴菲特而言，最重要的是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市场地位及未来增长潜力。老巴对蜡烛图有什么看法呢？从公开的资料和言论中，我们很难找到巴菲特对蜡烛图的具体看法，但从他的投资策略来看，短期的股价波动对他的决策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蜡烛图这种更注重短期价格动态的技术分析工具，并不是巴菲特的菜。理查德·丹尼斯。作为海龟交易法的创始人，理查德·丹尼斯是趋势交易的代表人物。他的交易策略主要是基于市场的长期或中期趋势来进行决策。对蜡烛图的看法，丹尼斯的主要策略是识别和跟随市场的主体趋势，通过价格突破触发交易的进场与出场信号。蜡烛图并不会对他的整体策略没有任何影响，他更注重的是市场的整体走势和动量。杰西·利弗莫尔。杰西·利弗莫尔是20世纪初的一位传奇交易者，他认为市场是受到大众情绪和心理驱动的。利弗莫尔重视市场的整体情绪和趋势，对他来说，单纯的价格模式如蜡烛图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他会更加关注整体的市场动态，以及可能影响市场情蜡烛序的宏观事件和新闻。总之，这些伟大的投资者有各自独特的投资和交易哲学。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蜡烛图或任何单一技术分析工具之上，相反，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来源于对市场深入的理解、独特的策略和严格的风险管理。对于初学者，应该从这些投资大师的哲学和策略中学习，而不是过分依赖某一技术分析工具。蜡烛图通过图形直观地表示了一个时间段内的开、高、低、收的价格，为交易者提供了丰富的市场信息。然而，正如所有工具都有其局限性，蜡烛图这种过度精细化的思维模式容易导致以下问题。问题一：可能的主观解读。尽管蜡烛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不同的交易者可能会对同一图形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某一形态在某人眼里是买入信号，在另一人看来则可能是卖出信号。这种主观性可能导致决策的不一致和策略的混乱。问题二：对更重要因素的忽略。
蜡烛图主要关注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但市场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宏观经济政策、公司的业绩报告或其他突发事件，这些都可能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而蜡烛图并不能直接捕捉这些信息。问题3，过于注重短期行为。蜡烛图通常更注重市场的短期行为，这可能导致交易者过于频繁的买卖，从而增加交易成本，减少长期回报。问题4，决策迟疑。面对市场的实时变动，如果交易者试图在每一个蜡烛图形态中寻找完美的买入或卖出信号，他可能会错过最佳的交易时机，因为市场不会等待任何人，而是持续的流动。问题5，过度复杂，简单往往是最有效的。过于复杂的策略会导致交易者在实际操作中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交易者试图结合数十种蜡烛图模式进行交易，那么他的策略往往会变得难以执行。一个似是而非的工具注定很难执行。在庞大复杂的金融世界中，交易与投资如同一片繁星般的宇宙，星星点点的策略与方法汇聚成一片浩渺。在这片宇宙中，每个交易者和投资者都像是一颗独特的星星，他们有着各自的光芒、轨迹和故事。策略与方法的多样性，从长期的价值投资到短线的日交易，从宏观经济的顶层设计到单一股票的技术分析，交易与投资的策略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在这其中，蜡烛图只是无数技术分析工具中的一个小成员。学习的轻重缓急。面对这样的多样性，初入市场的人们往往会感到迷茫，但正如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交易与投资不应从零散、表面的技术工具开始，而应从整体的策略和市场哲学入手。那些最能反映成功交易的核心因素，那些被时间与市场验证过的策略，那些有大量成功案例背书的方法，都应该是学习的重点。以第一因为本。在交易与投资的世界里，那些真正决定成功的第一因，如风险管理、顺势而为、先保本再求利、盈冲疏缩、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case 极简主义、建立统计学思维等，应该是学习的基石。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在如蜡烛图这样的技术分析工具上，不如先从那些更为核心、更为重要的领域开始，寻找成功的脚步。在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投资者和交易者留下了他们成功的脚印，学习他们的经验、方法和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指引。沃伦·巴菲特、理查德·丹尼斯、杰西·利弗莫尔等人，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基于深厚的市场理解和策略执行。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无疑是捷径。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和转发，谢谢你。